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5年4月2日是历史性的一天，世界从此会发生什么巨变？美国近些年为何会涌现出一股反欧情绪？美国的国防部长刚警告欧洲，别指望美国会一直保护你们。为什么一转身，他又对亚洲各国说，放心，美国一定会保护你们？人类的历史突变时常是隐藏在一系列渐变中的，在这些渐变中，往往会有一些里程碑式的日子，让人陡然意识到，哇，世界已经变得回不去了。4月2日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川普把4月2日命名为美国的解放日，声称这是他在解决美国在世界贸易中被不公平对待，推进美国优先策略的关键一天。自此，美国将收回被愚蠢的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各国政要和商界大佬也把这一天称为关税日，因为美国在这一天会启动对世界各国的新关税政策，将重构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因为川普出台政策实在是太快太多，而且川普还时不时调整他的政策，因此有关4月2日到底会有哪些关税政策启动，各方信息非常混乱。经过大量的研究，截止做节目前，我发现在4月2日，美国可能启动4大类新关税政策，其中第4类政策被大多数媒体忽视，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却可能是致命的。4月2日要启动的第1类新关税政策是一个影响面极广的关税策略，叫相互关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以后别的国家对美国征收多少关税，美国就对那个国家征收多少关税作为回应。据估算，会被这一个相互关税政策影响到的贸易商品占美国2024年3.3万亿美元进口商品中的近 90%。 涉及的国家小到瑞士，大到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第2类政策是川普3月26日签署的总统令，表示对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这一政策将于4月2日生效，并从4月3日起开始征收。据说这个汽车关税针对的商品包括小轿车、SUV、小面包车、厢式货车，还有轻型卡车。另外，像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系统零件、电子元件这些关键汽车部件也跑不了。而且川普的总统令中还表示，以后还可能会根据需要把这类关税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汽车零件上。在这个新增的汽车关税中，还有一些细节不太明朗。据说对那些根据美墨加协定进口的汽车，会给他们一个宽限期，给他们机会证明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中有多少是美国制造的成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因此要等美国商务部长跟海关那边商量好了，定出个章程，推出一个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汽车的特殊计算方法，确保这新增的 25% 的汽车关税只是针对进口汽车中那些非美国成分的成分来收的。不过墨西哥和加拿大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4月2日生效的第3类新关税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川普政府原计划在3月5日要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原本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商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但随后川普又改变了主意，宣布给这些商品1个月的宽限期，以减少对美国产业供应链的冲击。但这1个月的宽限期也将在4月2日结束，因此4月2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也是一个贸易灾难日。川普推出前3类新关税政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逼制造业回流美国，实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梦想。很多人对川普能否真的利用关税政策来实现这样的目标持深度怀疑。很多人预测川普的这些新关税政策
可能造成美国物价上涨，却无法真正的提升美国的制造业。为了避免空谈，我们以汽车行业为例，具体聊聊川普的新关税政策可能的后效应。去年美国人买了1600万辆新车，其中一半是进口的，一半号称是美国制造的。但是仔细算算后一半，会发现里面真正美国制造的部分估计也就是40%左右。所以此时此刻纯粹的美国本土汽车制造能力大概只能满足美国自己汽车需求的20%。因为制造业投资周期比较长，因此美国在汽车方面80%的产能缺口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看，美国汽车行业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些汽车关税给咬牙扛下来。因此有人估计，在短期内每辆新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3000到12000美元不等。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价，不同品牌不同车型受影响的程度差别会非常大。像奔驰这种在美国基本没有生产的品牌受影响会非常大，而像特斯拉这种大部分在美国造的汽车影响就会很小。短期内这些关税引发的额外增加的成本会被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以至最终消费者给硬扛下来。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不同环节硬扛的比例是多少。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情况是让终端消费者扛下其中较大的比例。这对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的通胀数据、对美国的利率和汇率等多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最近川普警告美国汽车制造商不要以关税为借口提高汽车价格。媒体对此广泛报道，主要是想以此体现川普的蛮横和不讲道理。但是川普这么说的潜台词其实是他希望美国汽车制造商在短期内尽可能把这个因关税而增加的成本在制造和销售环节给消化掉，不要过多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在前面提到，川普在多个情况下推迟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的时间，让大量企业有机会提前进口和囤积一批可能涨价的部件，缓解关税开始时的冲击波力度。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川普本人都很清楚，这个新汽车关税给美国和美国人带来的短期痛苦是必然的。只是川普认为这个短期痛苦是必要的，极少有人会在舒服顺畅的情况下努力改变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人性使然。要改变一个产业的运行模式也是同样道理。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挑战的情况下会自身寻求变革。川普革命之所以招来这么多人的怨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川普的团队在太短的时间内打破了太多人的舒适圈。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川普制造的短期痛苦长期来看到底值不值得？没人能预测未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历史。你知道美国常年来卖的最好的一款汽车是什么？是福特的 F 系列皮卡车。在2024年，这个系列卖了近80万辆。那为啥皮卡车卖得这么好呢？这就要说到美国的一个叫肌肉税的东西了。这个肌肉税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简单说，在过去61年，美国对进口的皮卡车、SUV 和轻型卡车等卡车车型都会征收高达25%的关税。美国对普通小轿车的进口关税很低，只有2%，和欧洲的10%比起来低很多。但是美国偏偏对皮卡车要征收25%的进口关税。那么美国为什么专门针对进口皮卡车定这样一个进口税呢？那就是196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搞出来的一个特殊关税。当时法国和德国对美国出口的鸡肉加征了关税。为了报复法国和德国，约翰逊就决定对所有进口的皮卡车收25%的关税。因为这个关税因鸡肉引发，所以这个关税后来就被人称为鸡肉税。
当时可能没人意识到，就是这个关税报复行动，却对美国今天的本土汽车制造业影响深远。一开始也有外国汽车公司想尽办法钻空子，比如先进口按轿车报关的车，进来后再拆掉改装成皮卡，但最后这些空子都被堵死了。时至今日，美国卖的最火的汽车基本都是皮卡和 SUV 这样的车型，包括福特 F 系列、雪佛兰的 Silverado 系列、丰田的 RAV4、本田的 CR-V、道奇的 Ram 皮卡。这些畅销车要么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要么是在过去享受免肌肉税的墨西哥或加拿大生产的。这些皮卡车长年以来都是在美国生产的车型中最赚钱的，他们成为支撑这些车企走到今天的主要经济支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车型的高利润，美国车企基本都很难走过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因此61年前的那个肌肉税真的有可能挽救了美国的本土汽车业。当然，此时此刻还没人能预测川普的这些新关税，他们的长期效应会是什么样。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美国人已经懒惰到了宁愿没工作也不愿意干那些辛苦体力活的状态，因此要靠美国人自己让美国制造业回归没什么希望。不过就我本人对美国人的观察，我还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不过马斯克对美国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倒真的有个明确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人形智能机器人。他声称他的特斯拉公司目前正在研发这样的机器人，他预计这类机器人明年就可能首先走上特斯拉的生产线。如果机器人真能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制造业的瓶颈就会从人手不足转向对能源的无止境的需求。近期多个川普团队成员都强调了他们计划如何大规模提高美国的能源产量。那个基于智能机器人的美国制造业的思路，也许正是他们这些计划背后的逻辑。哎呀，有些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话题，来讨论一下4月2日美国会生效的第4类新关税。这类新关税因为种种原因被媒体广泛忽略，但是这第4类新关税对中共的打击却是最惨重的。3月24号，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发帖说，他以总统令的方式对委内瑞拉要搞2级关税。这个2级关税是个什么东西呢？按川普的说法，委内瑞拉在过去几年故意往美国送了几万名重刑犯，其中不少是杀人犯、暴力分子，其中还有一个被美国认定是外国恐怖组织的人员。而且委内瑞拉还一直敌视美国，但是因为美国多年来一直制裁委内瑞拉，造成这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直接贸易，因此美国直接针对委内瑞拉的商品提高关税没什么实质意义。于是川普就脑洞大开，想出了这个2级关税的点子。目前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府完全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来维持，于是川普就决定用关税来打击委内瑞拉赖以生存的能源出口。川普的2级关税就是从今往后哪个国家敢买委内瑞拉的石油或天然气，那美国就会对这些买委内瑞拉能源的国家征收额外的25%的关税。这个关税也将在4月2号生效。在川普的有关总统令中还特意提到，间接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也在制裁之列。所谓间接进口，包括通过中间商或第三国购买的，但石油最初来源可合理追溯到委内瑞拉的情况。在川普的整个总统令中，唯一点名的国家就是中共国，而且还说，如果对中共国征收此类关税，那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委内瑞拉的石油大量充斥国际能源黑市，这些石油在转运后，通过虚报原产地的方式伪装成其他国家的石油，比如被重新标记成马来西亚石油等。中共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买家，中共国除了从委内瑞拉直接购买石油外，还通过黑市间接购买了大量的委内瑞拉石油。
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中共每天都要直接或间接购买5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占委内瑞拉原油出口的55%。从川普第二任开始后，到4月2日之前，川普已经用各种理由给中国商品增加了合计20%的关税，这些都会累加到川普第一任期给中国的关税之上。现在因为委内瑞拉，美国对中共的商品可能会全面再增加25%的所谓二级关税。这样一来，很多来自中共国的商品就已经面临超过60%的关税了。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前面讲的新的相互关税政策对中共对美国出口的影响。3月12日，川普政府还宣布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强调没有例外或豁免。表面看，这个钢铝关税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2018年美国大幅提高中国钢铝关税后，中国对美国在这方面的直接出口就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本质上，美国这个新的钢铝关税同样会打击到中共。数据显示，在过去7年，虽然中共对美国的钢铝出口大幅度减少，但是中共国的钢铝总产量却没有明显减少。目前中共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钢铝生产国，这2项的中国产量依然超过全球总量的50%以上。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中共通过第三方转运的方式，借到墨西哥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最终还是把中国钢铝卖到了美国。因此，美国这次祭出的全面钢铝税，也就是在阻截来自中国的钢铝产品。这样看来，截止4月2日，川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新关税政策，对中共国的实质累计影响，在某些商品类别已经超过了60%。川普在竞选时就说过，他计划对中共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但谁也没有想到，如此惊人的关税目标，居然在川普上任后的短短2个多月就一步步实现了，而且未来大概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川普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关税政策，西方各大媒体都一致在为欧洲、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喊疼，但实质上被川普几乎招招痛击到的，那还要数中共了。那么中共这次会如何应对川普这轮猛操作呢？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内部出现了策略混乱的状态，既有求和谈的迹象，也有要斗争的架势。一方面，中共依然努力展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面对过去2个月川普政府针对中共的2次增加关税的行动，中共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反击。但另一方面，中共也通过媒体释放一个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应对这次川普关税战的想法。中共政府这一派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单纯从经济角度看，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同盟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贸易冲突。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保护几乎要被日本汽车击垮的本土汽车产业，也威胁要对日本征收高额关税。当时日本没有选择和美国打贸易战，而是出台了一个自愿出口限制政策，自己主动限制日本某些商品对美国的出口量，从而成功的避免了美国对日本商品广泛征收高额关税的情况。2017年，川普发起第一次和中共的贸易战时，中共当时采用了边谈边打的策略，一边用大刀外交来引诱川普，一边用报复性关税来回击川普的关税。结果如何？大量中国商品在过去8年背上了20%的关税，引发大量出口型产业从中国外流到东南亚。而美国这边经济学家的共识是，排除疫情的影响，美国和中共的第一次贸易战并没有如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的真的推高美国的物价。8年后的今天，中共能和美国打贸易战的牌更少了。中共国内消费增长缓慢，大陆房地产崩盘，因此中共经济更加依赖出口。与此同时，很多出口企业都实现了
产业部分走出中国，处于一只脚在中国，另一只脚在海外的状态。一旦有了零的突破，如果未来美国关税再进一步大幅增加，这些企业会更果断、更便利地把产能转出中国。基于这样的分析，最近中共正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媒体透风，说中共目前正考虑采取类似40多年前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策略，通过主动限制一些商品对美国的出口量，来回避和美国再打一场恶性贸易战。另外，从中共官员包括习近平的行动来看，也展现出中共目前的这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习近平在积极寻求和川普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在过去一周，李强会见了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戴恩斯和川普的关系非常铁，他本人公开承认，李强和他见面是在为川普和习近平未来面对面会晤打基础。但另一方面，在习近平的心中似乎还揣着那个东升西降的信念，他甚至感觉川普这一通猛操作正好留给他成为世界领袖的机会。最近中共在多个场合试图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把中国描绘成当今动荡世界的稳定支柱，而且想把外国商界领袖们拉拢过来，一起对抗川普的关税政策。3月28日，中共和海外媒体一致报道了习近平周五亲自主持的一个特殊会议。这个会议把辉瑞、黑石、奔驰等来自美、欧、亚3洲的40位商界领袖召集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让他们聆听习近平亲自教诲。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努力展现出与川普关税政策形成的鲜明对比。他向这些高管们保证，中国会敞开大门做生意，而且非常愿意帮助外国公司发展壮大。同时，他告诉这些海外商业大佬，他们的跨国公司应该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很有点对这些高管搞策反的味道。中共在新华社的报道特意强调习近平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不知道习近平是根据什么逻辑说出上面这句话的，但是他的这个断言和历史通常展现出的轨迹却并不吻合。也许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历史会给人一种在线性发展的概念，但是如果从一个更长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类历史的轨迹更多展现出的是一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循环震荡的状态。全球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从来都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创出一个基于契约的世界秩序，正是那个秩序让人类有机会出现了一个经济全球深度合作的状态。但是那几十年的人类状态绝对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特别是当这个宴席上还出现了一位如中共这样的吃霸王餐的人。目前全球化趋势已经崩溃，全球贸易壁垒正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升。4月2日是川普集中实施他大规模新关税政策的特殊日子。川普的这些新关税政策已经或将要触发欧洲、中国、加拿大等众多国家推出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那么多米诺骨牌的联动机制至此已经被启动。不过川普革命并不是导致目前全球化崩溃的原因，而只是这个崩溃的结果。在川普2次入主白宫之前，面对大量涌入自己国家的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其他商品，众多国家就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增加贸易壁垒，因为那是他们能够保住他们本土产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连目前被世界孤立的俄罗斯，一方面他们只剩下中共这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了，但另一方面他们面对大量涌入的中国汽车也承受不住了，也开始用汽车报废税来抵制中国产的汽车，保护俄罗斯本土汽车产业。而且关税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一个关税一旦被推出，把它收回去的难度就非常大。
川普第一任针对中共推出一系列关税，那几乎成为拜登政府唯一保留的川普政策。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鸡肉税，当初是为了报复而提出的，谁会想到61年后，那个报复性的关税居然依然保留着。川普自己也说，4月2日出台的这些关税一旦开始实施，他会100%一直保留它们。这些关税就如同新立的一道道大坝，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商品的流向。特别是美国对中共关税的快速增加，将把泛滥成灾的中国商品导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股中国产品的洪流最终会彻底击垮当今世界贸易体系中仅剩的那一点点结构，让人类正式走向后全球化时代。二战后世界能形成新秩序，有一个意识形态基础，那就是以美国和欧洲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共识缔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如今全球化已经无法维系的另一个表现是，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的决裂已经进入无法调和的状态。表面看，美欧之间的矛盾是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是因为欧洲国防投入太少，是因为美国的新关税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当今的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分歧。上个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直接指责欧洲各国经济停滞、道德颓废、低生育率、压制言论自由、背弃基督教传统而被穆斯林淹没等等，声称欧洲有文明自杀的风险。在欧洲官员被万斯言论震惊的瞠目结舌之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缔造上一次全球化的那个意识形态共识和基础已经轰然崩塌了。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专程跑到亚洲进行访问，他此行的核心目的就是向菲律宾这样的亚洲盟友喊话：别怕中共，我们美国跟你们站在一起。他在马尼拉跟菲律宾国防部长站一块儿开记者会时，斩钉截铁地说，川普政府要做的是兑现承诺，是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重心转移到亚洲地区来。赫克塞斯还当场拍板，承诺在和菲律宾下个月的年度联合军演里，给菲律宾提供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还要给菲律宾弄一套反舰导弹系统，直接把中共气得跳脚。赫克塞斯在亚洲的这个态度，和他上个月在欧洲训诫北约盟友太依赖美国的那个态度，简直是天地之别。另外，最近川普和万斯在解释美国为什么对格陵兰岛感兴趣时，都提到了他们对中共在北冰洋扩张的担心。我的副频道杰森新闻快递今天就有一个口译节目，是万斯在格陵兰的讲话，把美国的格陵兰战略及其原因讲得很清楚，还包括丹麦外相对他的演讲的不客气的回怼，很精彩。有兴趣的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后去看看。另外，在巴拿马运河方面，川普在解释他对巴拿马运河感兴趣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他担心中共目前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力。川普政府在淡化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正在强化跨太平洋的关系。从欧洲的格陵兰岛到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川普政府塑造世界新格局中的一个主旋律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那就是集中精力对抗中共。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两个频道。